又再度回到我们抽象与狂野兼具、气质与傻众齐飞的 LA 线下鱼里鱼气的 Bike 4局系列。那么这一期迎来了新的嘉宾，我们最熟悉的鱼中女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 Miss All In Britney。那随着 Britney 的到来，唱能否成功的吃她一口，能不能成功的结束自己的下风期，还是彻底的陨落，还是扑克彻底没意思了？让我们直接进入手牌。一出场 Britney 就贯彻了我的扑克哲学观，如果桌子上找不到那条鱼的话，就自己带上一条。我刚刚说我带了条鱼，然后看我后面没人，他们以为是我自己。说罢，他嘴角抹过一丝邪魅的笑，而我们则被一手685唤醒，选择给刚刚到场的 Britney 展现一下我们的气质。选择粉300，我下家的皮神选择给我粘住。别靠了。对，不用靠，就是瑞。而 Britney 则二话不说，拿出2个黄色筹码，选择300到2300。结果呢 ，Britney 随身带的鱼直接在 Straddle 推出了自己后手的10000筹码，我和皮皮只能双双的遗憾离场。Britney 则发表了对自己鱼的灵魂阅读。我说这个人这么激烈，只有 AK 啊！这么激烈。call 了 Britney 灵魂阅读对方只有 AK， 然后选择用自己的 A 圈秒 call。这人露出来我没赢牌，两次。别露出来这张。我就知道我没赢牌，我两个人至少是 AK， 这是。果然是自己带来的鱼，真的是毒到骨子里了。但为什么 A 圈还是要秒 call 呢？让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吧。你得气啊！我知道 AK。对啊，我套池了呀！拜拜。拜拜。拜拜。后毛。Thank you。我就知道你运气没我好，你虽然质量没我高。哇，厉害吧？我知道他什么牌的情况下还要靠他。真的，什么是真正的赌怪？就是不仅读出了对手是 AK， 还能读出自己能发赢，应用 AQ 去鱼 call， 真的是叹为观止啊！下一手牌进入抢鱿鱼比较关键的时候，此时一人 Straddle 前卫 Patrick Limp， 我们在 bottom 被一手 K10O 狠狠的拍醒，直接祭出一个李逵尺度 open 了1000，非常蛮横的试图抢下这个底池。结果这1000被身处大盲的 all in 姐是想都没想就气质秒 call 住，我对此表示了自己的诧异。润，没必要了。这牌只能对付你。而后卫的 Jack 也试图来调戏我。有没有逻辑 ？Clock。这个人是不是太低了 Clock。最终，其他玩家全部弃牌，进入单挑底池。底池来到2200，Flop 呢拉出来44Q。我们范围里是有比他更多的海量的 QQAAKK， 实际上呢拥有后门顺后门葫芦，选择继续一枪李逵 size 1200，试图直接抢下底池，结果遭遇了 all in 姐的一个秒 check raise all in， 他后手全部8000筹码，那我们只能选择弃置秒否，一句话都不敢多说。让我们再一起回顾一下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2不。否掉手牌，我也只能像孔乙己一般发出自己的严厉警告。肯定大了呀！你完了。下一手牌，前卫的 Jerry 选择 open 300，是在抢鱼的最后时刻。我们在 bottom 被一手 KJO 唤醒，选择300到1000，后卫是纷纷选择弃牌 ，Jerry 则傻乎乎的平 call， 底池来到了2200，Flop 呢拉出来跟我们毫无关系，260。面对 Jerry 前卫的 check， 我们去面对鱼啊，要去适量减少自己看不到未来的 bluff 频率，在有利位置选择 check back， 转牌掉了一张黑桃 K， 此时我们击中顶对，他继续过牌，我此刻就开始想了，我难道是那种毫无气质的 ABC 扑克吗？没中就战战兢兢的 check， 他中了就打，那不是在打明牌吗？我不能接受。所以此处虽然我们击中了顶对，但临场我决定埋伏一手，选择用自己的 K 勾在有利位置也过牌，一方面去隐藏牌力，另一方面暗中把舞台是交给对手。河牌掉落了一张草花2，前门花做成，结果 Jerry 直接在前卫下注一枪超池3000，
那留给我们的似乎只有一个选项：转牌已然选择慢打，就是为了 induce bluff。那现在 induce 他这么打出来超迟，是不是 bluff 不知道，但事已至此，只能选择用我们的顶队合理支付，选择跟注。结果看到 Jerry 亮出了经典的 Ruby 牌型 J4， 不过是 suited 的，前门花已经做成，我们输掉了这个底池。底池是我和 Jerry 打的，但最兴奋的却是在我身旁的皮神，如同一个刚刚断奶的孩童一般，开始了他的大喊大叫。啊，谁的狗屎头啊？没意思啦！哇！为什么这样？你们两个？多少钱？在我面前昨天把我干了一顿扔了。这人还要付鱼，完了，他水下了，他水下1万了。4个鱼。啊，唱水下1万了。2000，我的天哪！2800，我的天哪！14条鱼，还有很多水。好爽！完了，来一个小我活了，我活了。唱完蛋了，他水下1万了。吴小良买给他。又过了不少手牌，我们真的是牌完全死了，根本抢不到鱿鱼，实在受不了了。此时面对前卫的大尺度 Open 500 Patrick 跟注 Brainy 带的鱼跟注，我们则带 Straddle 被一手 Q7 苏体唤醒。此时完全没牌的煎熬逐渐在我身体里放大，而又逐渐从煎熬中滋生出愤怒的情绪，由愤怒中气势指数在满满的滋生，就快要原地爆炸了。于是选择在不利位置大尺度300到3000，指望在 pre-flop 就直接拿下底池。结果我的愿望直接破灭， Open 的人选择跟注，中位跟注了2条鱼也选择跟注，也就是说我们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弃置一把，是一个人也没有打掉，底池直接膨胀到了12000。不在底池里的朋友们也纷纷表达了他们的遗憾。看到了这个风牌，哇，早知道我也进来了呀！我也进来了，镜头都没有。我靠，这个牌是我回水的大好机会。天哪，我镜头都没有，对吧？不要选我。 Flop 呢拉出来 A25， 那我们基本上好像连后门顺都听不了了，只能去听后门2队了，朋友们。但我们拥有的是绝对的范围优势，可以有大量对手不可能有的 AK、HN、AA， 你说怎么办呢？我们用 Q7 苏体这个基本没有任何出路的牌，硬着头皮是在这个多人池 C 败了一枪5000，结果前卫 Open 的玩家略带遗憾的选择了弃牌，然后中位的 Patrick 选择了 All In， 他的后手只有1万，虽然我们严重套池，但基本上没有 outs 的牌，那也只能选择遗憾离场了。All you can eat。你怎么说？我没要吃，妈的！什么牌？我很好奇。我也很好奇。没有，他要秀，他要秀，他秀。哦。迎来的是大家的欢笑和嘲弄，整个空间中弥漫着欢快的气氛，只有一人显得是格格不入啊！他弟好帅。别这样子打牌呀！你水下。下一手牌，我们又在努力积极的抢鱿鱼了。鱿鱼这个东西真的不知道浪费我多少筹码了。我们选择用69欧起了一个 Open 400，大家听我 Open 的声音，可以听出我在这个扑克旅途中的疲惫与倦怠。400。小盲的 Jack 选择鱼 call， 大盲的玩家也选择跟注，底池来到了1200。Flop 拉出来非常不错啊，7、8圈，我们击中2头顺的听牌，毫无疑问，这里是一箱 C bet， 选择了 C bet 600。Jack 身处小盲位，思考良久，选择在不利位置傻傻的 call 住。Jack 后面的玩家则是给我们寄出了一记 check raise 到2500。此时呢，我们做鱼的2头顺当然是不可能弃牌，但是看了下我们的后手只有接近7000了，傻 call 肯定是没前途的。所以此刻既然都选择了游戏69，那就不能退缩，直接 all in 后手的7000。Jack 选择软弱弃牌。另一个玩家他嘴上说小了，但磨蹭了一会还是选择了跟注，亮出了他的顶对 Q。我们只发一次，发一次发。直接提。不用管了，大概率都给你了，大概率不用管。发一次。玩家。你是什么？不用管，不用管。你摇摇李先，不用管。不是他。最终遗憾离场，该玩家对一个弱顶队也大了表示了疑惑。这也大了。当然，皮神的嘲弄是永远不会迟到的。
终于被抬走了。而我们也彻彻底底的生气了。妈的，上马！刚刚是买入1万筹码，此时的我们都已经努力成这个样子了，还是没有抢到鱿鱼牌子。说好的天道酬勤呢？而此时已经有人 triple straddle 到200了 ，Britney 带来了鱼，直接 open 了1000。我们则在大盲被一手德州扑克里我第7喜欢的手牌唤醒77。这里如果平 call 呢 ，flop 基本都会发出帽子，难以继续游戏。同时，此时的鱿鱼又对我太宝贵了，我们这里一定会去3 bet。考虑到对手比较粘持，我很难在1万的有效后手的情况下去找一个合适的3 bet 尺度，于是破罐破摔，一了百了，选择直接 all in 后手的1万。粗糙中其实蕴含着我细腻的哲思，结果后卫是纷纷弃牌 ，open 1000的大哥基本上是秒 call 了，我心凉了一半，问出了我心中关键的疑惑。完了，有对子吗？完了，你完了，你两次。那结果大哥说没对子，那就是个跑马，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一半就没了，那你可以拿过来。唱太惨了，完了，这次他都在了。哎呦，天花，完了，没有任何关系。没关系。完了，我中了，完了，没有了，没有。这个你赢，下一个2次了，完了2次啊。老子也就是面对别人的时候能赢。哎，多半是没了。嘿，去，完了，没有。哎，没有。哦哟，操，这命都吓出来了，这个。你亮这个钩的时候，他吓死了。他说你妈的，原来是圈 A 圈，吓我一跳，好自信呐！是，我以为是圈，我靠。所以大哥是 A 勾秒 call， 发了2次 chop， 第1次赢的可以拿鱼，所以我们是把命提到了裤腰带上，还是没有抢到这个鱿鱼的牌子啊。下一手牌我们进行了一个 double straddle 200，中位的 Jack 选择 open 600，我们在 double straddle 位置被一手 K 勾 O 唤醒，选择跟注去游戏番后。flop 呢拉出来是天花面8 9圈，我们直接是听前门同花顺。面对 Jack 的 C bet 400，我们针对他的一些没有击中的 A high， 直接是拉了一个 check raise 到1200，结果 Jack 呢负隅顽抗，选择继续平 call， 底池来到了3000，转牌终于似乎有了一些久违的 poker justice， 掉了一张草花 K， 我们变成了 J 花 second nuts。 那这里感觉在单张橙花面很难贪婪的去索取3枪价值，如果转牌开枪，他的许多不含草花的对子都会无可奈何的弃牌，所以这里的转牌我们的花似乎是必须得去埋伏，选择在前位过牌，准备来把价值留到河底。结果 Jack 他也没有多想，选择了在有利位置过牌，河牌掉落一张无关牌，我们依然是 second nuts。 这里3000多的底池，我的临场判断是我们是在要1对的这样的牌型的价值，所以我下了一个非常细腻的小注，大概1/3底是1000，试图去多少拿点价值。结果没想到这个小墩子在后位给我们吃了一记 raise 到5000。哎，单张橙花我们就输一手 A 花，它就代表那一手 A 花，你说这不是巧了吧？生性多疑的我们期待我们转牌过牌，它能有一些合理的随机牌来 bluff 我们的能力，选择了给它 call 开，结果毫不意外的看到了 A 花，而且是不需要发出转牌来的 A 花。我们在 flop 就已经只剩下同花顺的 odds 了，看来这个小墩子是真的没有 bluff 的能力，以后要对它进行更多的剥削弃牌。说罢，我的泪水已经打湿了牌桌。这一天结束，我们基本上没有赢过任何大底池，在痛苦和煎熬中，最终水下25000，结束了这个难熬的 session。但是我们并不气馁，最后一天我们试图是卷土重来，还是相同的阵容 ，Britney、皮皮、Jack C Poker、Jerry、Patrick。闲话少叙，让我们直接进入手牌。此时还处于牌局的开始阶段，人数较少。中位的 Jack 先带入了3000短码，选择 open 200，小盲弃牌。此刻的我在 button 被一手 KJO 唤醒，由于昨天在争抢鱿鱼上吃了大亏，付了太多的鱿鱼钱，此时呢，我对鱿鱼的渴望就如同咕噜对魔戒的渴望一般，所以此刻我盲目的直接把小盲的 Jerry 和大盲的 Britney 当成了空气，直接选择针对 Jack all in 了他的后手，让我们在垃圾话中看看会发生什么吧。Clock 不是我行动，到底了，这这个人真的是
你有什么嗨？厉害啊！一次，一去啊！啊？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哎，还暂时领先。现在呢？完了，累死了。现在呢？完了，没嗨。完了。多少钱？好吧，新的一天，第一手就迎来了不幸的结局。下一手，此时距离上一手也过了几把，钱位全部复牌到小盲的我和 Jerry 在抢鱼的关键时刻，要付出去8条鱼，每条200，那也就是1600。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我们来说，底池里是至少有1800的死钱。此刻，我们在小盲被一手 K9O 唤醒，这是一手绝妙的抢鱼牌。首先呢，可以打对手的弃牌率，抢到我们的鱿鱼死钱。其次，就算退1万步，这让 K 保证了我们只要不面对 AAKK， 至少是高低3张 odds。于是我们把握机会，凌空 all in 了我们后手的全部筹码，4000刀左右。结果 Jerry 选择了弃牌 ，Straddle 的 all in 姐则选择了跟注。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和女王之间会发生什么吧。好香，来吧，一次，刚开始一次测运。完了，完了，你拿我奥斯，我这种牌我都硬扣下来了。还有，完了，这有哎，等，同花顺，2对，同花顺，后门2对。这手之后，似乎感觉幸运女神是终于抬眼看了看我到底会不会逆天改命？最后一场，我能上演绝地反杀吗？敬请期待下期 LA Bike 私局的大结局。